魏少多年不曾归家，这次回来是为了休我，给外面的妻女一个名分。他见我手中牵着一小儿，恼怒道：“你竟与旁人成婚生子！”我不睬他，只摸了摸孩子发顶。阿宇，这是你小叔。魏少脸色稍霁，欣喜地抱着阿宇，让他坐在自己肩上玩闹。兄长何时娶的妻？孩子竟然这般大了，怎么不见嫂嫂？啊，我不是就站在他面前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爹是扬州首富，半年前国公魏家同我家一起出了要命的祸事，魏家缺填补军费的钱，我家缺反制扬州知府的权，两家一拍即合，我成了二公子魏少的未婚妻。借着这桩婚事，魏家免了合族抄家流放的死罪，我家拿回了被扬州知府扣下的货物。原本皆大欢喜的事情，在魏少母亲来信后戛然而止。魏少母亲要我收拾行囊上京城到魏家住下，在出嫁之前，她要好好教教我这个商门女魏家妇的规矩。信上每个字都透着对我毫不掩饰的蔑视和嫌恶。此行似不测之冤，火海刀山。我和哥哥看完信后却并无担忧。我娘贪财，我爹好色，都只会享乐，任谁也想不到，陈家这偌大的家业是我哥挣下的，是我守住的。此去魏家，嫁人只是次要，要借魏国公府的事拿下皇商名头，令陈家能够扎根官场，子弟皆能科考出仕，才是最主要的。我吹干自己写下的拜帖，并上魏母当初写给我父母的信，让管家等在魏国公下朝回来的路上，亲手交到了他手里。如我所料，魏国公看见我家管家的时候很讶异，打开魏母写的信后，看完更是气得胡子都在颤抖。他让管家留下了我现在住的住址，就怒气冲冲回府了。魏母送来的信没有魏国公的印章，也没有他自己的私印。我若贸然前去国公府拜会，他一句不曾写过，我就会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。稍稍一句言语上的不当，就能让我首次露面就在国公府失了体统，沦为笑柄。下人也会看不起我，我会在不知不觉间远离内宅权力的中心，被边缘化。日后管事长家的权力想都别想。这样的手段，我已经许久不用在我爹的姨娘外室身上了。没想到京中的国公夫人竟还在用这上不得台面的手段。傍晚的时候，魏国公身边的管家套了马，亲自来接的我，说是魏国公在老太君的院子里给我摆了接风宴，请我过去。我给管家封上了厚厚的银票。魏家因为填补军费一事，如今四处银钱短缺，外头也有许多债务。我只要掌握这一点，就不愁这桩婚事会有差错。魏母看不清形势，可魏国公和掌管内宅的老太君心跟明镜似的，娶了我，魏家欠陈家的30万两黄金债务立马能消了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带着丰厚的嫁妆补贴魏家。可若是魏家悔婚，先不说这10万两黄金能不能还得起陈家，就是如今国公府的开支已是入不敷出，只能靠典当老太君的嫁妆和卖官鬻爵撑着这公府门楣了。他们如今迫切的需要一个血包来供魏家续命，怎么会轻易放走我呢？魏家往日给下人的许多好处，现在都裁减了。管家得了我的丰厚赏钱，一路上热心快肠。管家告诉我，上午魏国公看完信后，回去就和魏母大吵一架，要把表小姐周慕烟送回周家去，永不许周家的人再上门来。魏母不同意，却拦不住魏国公，他让人将魏少找了回来，这才拦了下来。周慕烟是魏母娘家的侄女，也是魏少的心上人。魏国公看不上败落的周家，一直都不允准他们的婚事。魏母接连几次不动声色逼退了魏国公中意的儿媳。他本想拖大魏少的年纪，让魏国公不得不同意娘家侄女进门，谁成想这桩婚事最后落在我头上。魏母气得几乎呕血，恨声道：“陈家给我们周家提鞋都不配。”魏国公讥笑：“魏家出事的时候，你上你娘家筹借银子，可借到了1厘1毫，你兄长可是连门都没给你开。”魏母这才尴尬的哑了火。到了魏家大门外，我当着门房小厮的面儿，又赏了些金瓜子给管家。众人眼前一亮，
这都是宫里贵人赏人的稀罕玩意儿，没想到我这个商门女出手这样阔绰。管家是魏国公身边的红人，有他作为得了我好处的第一人，整个魏府的下人都该知道讨好我就能得到赏赐，底下的人只要好处够多，不在意给谁卖命。收复人心的第一步就是散财。拜见老太君的时候，我送了他一只成色顶级的翡翠镯子，水肿一绝。这镯子显贵的并非它本身的价值，而是它身后代表的脸面。这镯子原本有一对，是已故的慕容大师绝笔之作，另一只被宁国公家的国公夫人买走了，送给了宁老太君。老太君的眼皮这才掀开，露出点惊喜来。哥哥先我一步入京考察，花了重金打听来了许多消息。魏国公府和宁国公府不和多年，魏家出事后，正逢宁老太君60大寿，宴席上，宁老太君就是带着这对镯子的另外一只，狠狠下了魏老太君的脸面。宁老太君讥讽他魏家即将败落，他儿媳不过是四品官家的嫡次女，身世比不上自己儿媳是郡主出身也就罢了，家中还穷酸。魏老太君气得呕血，却反驳不了半句。宁国公府的国公夫人出身郡主，是从宫里出来的，家业颇丰，而魏母只是四品官家的嫡次女，若不是老太君先头几个儿子都死在了战场上，爵位怎么也落不到魏府头上。自从魏父袭爵，魏母成了国公夫人，京中宴会都要她出场，偏她小家子气撑不起台面，惹得魏家没少被人耻笑。魏老太君不满魏母的出身已经许久了，加上这一回魏家出事，魏母家里立即撇清干系，更是让老太君厌恶。我瞥了眼魏母难看的脸色，不在意地笑道：我母亲挑选了许久才选定这只叫郡主买走的那只更多了些巧思，上面的蚕丝花纹象征子孙满堂，多子多福的好意象，还望老太君喜欢。魏母捏着佛珠的手发白，面皮僵硬地抖了抖，她拖着魏少的婚事不定，影响下面几个孩子的婚事。宁老太君的年纪比魏老太君还小上几岁，曾孙都抱上3个了。魏老太君冷冷地看了眼魏母，笑吟吟地握住了我的手。好孩子，你有心了，我让人在我的院子里给你辟了间房，出价钱你就住在我这里吧。此言一出，屋里的亲戚妯娌小姐夫人脸色俱是一变。魏母身侧站着一个粉面含春的女郎，闻言眼眶顿时红了，正是魏母的侄女周慕烟。我被人带下去看房间时，屋里的人也都被魏老太君遣散了，唯独魏母被留了下来。奶娘小声在我耳边忧愁道：姑娘此举是彻底得罪了你那未来婆母了。我平静道：我与她之间利益相悖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一味相让只会让人觉得我柔弱可欺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。我与魏母有根源上的利益冲突，我再怎么讨好她也于事无补，只能得到冷脸嘲讽。既如此，还不如直接撕破脸来得痛快。这府里的第一话事人是魏国公，第二是老太君，魏母是第3。他既然不要我好过，那我自然就要找他前头的人挟制他。魏母一旦失势，依附他在这国公府生存的周慕烟也就不足为惧了。为我接风的宴席，魏国公早就派人去国子监通知了魏少时辰，久等不来。坐在我身旁的周慕烟温柔道：陈姑娘，你别生气，表哥是为我去买糖糕了。我今日风寒，吃药太苦，表哥心疼我这个妹妹才如此的。说着，他脸颊两边还团起2团红晕。他声音不大不小，可在如此安静的气氛里，却又叫人人都听清了每个字。若换了旁的京中贵女娇娇小姐，知晓未婚夫还未成亲，家中就有了这样亲密的表妹。表妹明明有家，还都在京中，竟还这样不清不楚地住在了表哥家里，只怕是早已经失态气死，正中周慕烟下怀了。魏国公脸色难看，连和善的老太君嘴角都沉了沉。魏母却凉凉地瞥了我一眼，道：二哥偏疼他表妹，陈姑娘你也该如此。我含笑点头，自然二公子的表妹就是我的表妹，日后表妹出嫁，我自当备上一份厚厚的嫁妆。魏母一噎，周慕烟也咬紧了唇，唯有魏国公两边看了看，笑出了声：甚好，甚好。
魏少在此时姗姗来迟，打破了尴尬的氛围。他袭了魏国公的容貌，生得风流倜傥，可比起他兄长魏昭，那就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了。我已经先在宴席上见过魏昭，再看他便觉得一般了。魏国公笑着说：“想必是夫子留你考交课业了。”魏少点头：“是的，父亲，孩儿这才来晚了。”坐席上，少爷小姐的那一桌传来几声低笑。魏少不明所以，周慕烟眼圈却红了。魏母沉着脸道：“快入席吧，这顿饭吃的我跟看戏似的。”魏少坐在南席，目光却一直朝周慕烟看。饭席到一半，周慕烟借口身体不适离开，魏少明显焦躁起来。他起身欲说，却被魏国公打断：“少儿，你过来见见你的未婚妻。”魏少看了我一眼，立即皱眉别过脸。原本就不好看的脸色，此刻更难看了。只因我一半没有周慕烟生的好看，另一半没有她那样柔弱有风情。可这也没有办法，太过柔弱，我如何能服众，管好陈家？当家管事的女郎，自然要威严些。饭席结束后，魏国公让魏少送我回客房。到了之后，魏少却没走，眉目冷淡地同我说了今夜和我的第一句话：“我想用茶。”我为他泡了茶，这一套动作都是自小练过的，雅致优美。他看了我一眼，很快收回了目光，冷声道：“你对慕烟说了什么？他怎会提前离席？你可知你抢的是他的未来夫婿？你对不起他。”我答非所问，轻声道：“魏少，你讨厌我？”他端起茶杯，神情冰冷，压抑道：“算不上。”半口茶未喝完，他似是忍无可忍，问我：“陈姑娘，若是你是勋贵公子，原本有门第匹配的妻子，忽然要娶一个低贱的商人门户，受尽同窗好友奚落，你会不愤怒吗？你又会待商人女儿如何？”他黑眸冷冽，说起低贱二字时，眼里划过一丝戾气。我神色平静：“你看不起我，觉得我配不上你，是不是？”他抿唇不语，用沉默回答我：“是的，出身高门尊贵无比的二公子看不起我这卑贱商女，同他母亲所认定的一样。陈家女给他提鞋都不配。魏公子，我缓缓道，你该知道，我与你的婚事只是一桩买卖，没有人强买强卖，从始至终都是魏家找的陈家。若我这个低贱的商人门户，你们没有什么可图谋的。为什么你这样高高在上门第尊贵的勋贵公子，要屈就自己来委屈我呢？”他脸色煞白，难堪地握紧了杯盏。我微微一笑，语调却寒凉：“我若是那个勋贵公子，就该好好对人家无辜的女儿，可千万不要枉读圣贤书，吃了别人绝户，一边花着低贱门户的钱，一边作践人家的女儿，这与禽兽何异？”他豁然起身，恼怒地将杯盏里的热茶朝我摔了过来。热茶覆面，烫红了我的脸，此杯磕伤了我的头，鬓角流出鲜血。他脸色发黑，指着我：“你自找的。”可他最终理亏，咬紧下颔，硬邦邦说：“时辰已经不早了，我先走了，小伤而已，你自己解决。若是闹到父亲和祖母跟前去，我不会饶了你。婚后我有千百种要你偿还的法子。母亲说的不错，你出生小门户，不曾学过礼仪，如今看来，你连说话都不会。你的确该被好好教教规矩了。明日一早，你就去母亲那里学规矩吧。”他拂袖离去，我拦下焦急忙慌要给我收拾上药的丫鬟，笑着摁了摁额头上的伤口：“急什么？这是好事啊！真是打瞌睡有人送枕头，天底下竟然有这样蠢笨的男人，快去请我哥哥来，好好的闹一场。”兄长来后，只一个眼神，便明白了我的计谋。他拉着我到魏国公院子外，大喊着要退婚。我好好的妹妹，还没嫁到你家来，便遭到打骂。日后若是嫁来了，岂不是要被打死？魏国公从睡梦中起身，闻言勃然大怒：“谁打他妹妹了？”当他看见我脸上骇人的伤时，脸色瞬间铁青：“谁干的？”门外地下人颤颤巍巍跪下：“是二公子砸的。我们在门外听见二公子说，二公子还说让陈姑娘明日一早去夫人跟前学规矩。”兄长冷笑起身，朝魏国公抱拳：“真是可笑！我陈家虽是商贾，
可教我妹妹礼仪的是宫里教后妃公主退下的老嬷嬷。魏国公早说如此看不起我陈家，又何必结亲？魏少进门，狠狠剜了我一眼，朝我兄长冷笑：真是好大的口气，爹，退婚就退婚，离了我们魏国公府的庇佑，我看他们陈家还如何在扬州混？知府老儿会不会放过他们一家？魏少并不知晓，兄长先我一步入京，借着自己是魏国公府未来小舅子的身份，混迹青楼楚馆，结识了京中许多勋贵人家的子孙。这些人与家中爵位无缘，是实打实的二世祖，只知晓吃喝玩乐。可这些人背后的根系却都是盘根错节的。兄长如今已经通过宁国公府郡主娘娘的小儿子牵线，搭上了宫内大监的门路。朝廷要烧制一批祭祀用的瓷器，将从民间选定一家。兄长将太半家财送给了大监和郡主，陈家如愿拿下了这批参赛商人的头名。魏少不知道，魏国公却清楚，加封陈家为皇商的诏令要不了几日就会下来。魏国公一巴掌扇在魏少脸上：跪下！我平日里如何教你的？你学问学到狗肚子里去了，竟然敢殴打你的未婚妻！魏少不仅不下跪，还狠力地抓起手边的杯盏，再次朝我砸来。被我兄长挡下后，魏国公一脚踹在了魏少的心口。不等魏国公再说话，兄长就带我离开了。回府的马车上，兄长板着脸替我上药。你看看你的伤，杀敌1000，自损800。我疼得龇牙咧嘴。魏少母亲容不下我，我和魏少成婚后，魏老太君为了魏国公的面子，也要把管家全放手给他，到时候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我必须要在婚前就拿到国公府的管家权，才好辖制我这未来婆母。如今魏少和我动手有错在先，我是受害者，魏国公会来和我们谈补偿的。魏少不愿来同我认错，即使魏国公打断了戒尺，将他关在祠堂，不吃不喝饿他几天也没有用。他同魏国公说，我可以娶陈家女，但她只能作为平妻嫁来，我的正头夫人只能是慕嫣，否则即使我娶了陈家女，我也不会让她好过。魏国公认定是周慕嫣挑唆魏少的婚事，一怒之下，不仅断了给周家的帮助，还要将周慕嫣送回去。触及到周家的利益，魏母彻底坐不住了。他劝魏少说，你就娶了她吧，陈氏出身虽然不高，但却家财颇丰，难道你要看着咱家败落下去吗？你舅母已经找了我几次了，你表兄入朝为官需要钱财打点，家中都是借债，哪里有钱？如今只能让陈氏女进门了。跟在魏少身后的周慕嫣闻言摇摇欲坠。魏母安抚她道，慕嫣，你别难过，等周家好起来，我便一副要了陈氏女的性命，到时候你作为续弦嫁给少儿也是一样的。陈氏女带来的嫁妆，日后还不是你的孩子的。他这话并没有安慰到周慕嫣，更让周慕嫣身边的丫鬟眼前一黑。他们早就当自己是魏少的通房，只等周慕嫣嫁给魏少后，他们就会被开脸。如今魏母这话一出，他们彻底绝望。夫人，咱家小姐都已经要18了，不能再拖下去了。这些年魏母拖着魏少的婚事，不仅拖大了魏少的年纪，也拖大了周慕嫣的年纪。魏母怒道，不然怎么办？谁让周家没钱没权？要怪只能怪你没投胎到陈家，有个做首富的爹。周慕嫣脸色惨白，竟是气晕了过去。魏少终于不情不愿来同我认错了，说着是认错，实则却是警告我，你嫁过来后不必管家，是你抢了慕嫣的位置，我会娶慕嫣做平妻，日后家中大小事务都由慕嫣管辖。你出身卑贱，想来也是大字不识，就不要丢人现眼了。我兄长好笑道，谁说我妹妹要嫁你了？兄长将退婚书砸在他面前，滚！魏少气得发抖，夺过退婚书撕了个粉碎，拂袖而去。兄长将魏少在我家说的话原封不动告知给魏国公听。与此同时，皇商的任命下达陈家。当天夜里，魏国公府再次设宴，请我和兄长前去。魏国公亲手写下承诺，等我嫁到国公府后，不仅管家全归我，就连日后魏国公府的世子也必然出自我的腹中。我看着魏少和他母亲铁青的脸，笑着加了一条，魏少不许娶平妻。这下
他忍无可忍站了起来，刚要骂我，就被魏国公瞪了回去。一旁的周慕烟眼泪掉了下来，哭着跑开了。魏少想去追，在魏国公冰冷的目光下，只能生生忍下。而我和兄长只当是没看见。魏国公尴尬地笑了笑。两家在今夜化干戈为玉帛，我和魏少成婚的日期也在今夜定了下来。我和魏少成婚的前一日，周慕烟找上了我，他眼里带着恨意，质问我：我已经不和你争了，我连正妻的位置都让给你了，为什么你连平妻的位置都不给我？你一定要逼死我是吗？我默然道：国公爷为你找的人家都是高门大户，与你家门当户对，是你姑母全都回绝。你不该怨我，你该知道魏家不是没有找周家，是周家拿不出魏家救命的钱。他愤慨道：你不就是仗着家里有几个臭钱吗？既然你想逼死我。他冷冷笑了，那就看看我们之间谁先死。他说完便走了。第二日，魏少在接亲的路途上被周慕烟的婢女哭着拦下，小姐留下了一封信就失踪了。魏少看完周慕烟的绝笔信后，立即策马去找周慕烟，再也没有回来。时辰一点点地耗尽，魏国公气得几乎晕厥。兄长急怒道：丢死人了，这不是丢的你们一家的人，连我陈家的脸都丢光了，你们这是逼我妹妹去死。魏国公气得头疼，却束手无策。众人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时，魏少兄长魏昭坐在轮椅上出现了。陈家是魏家的恩人，我愿意先娶陈姑娘为妻，解这一时囹圄。待日后陈姑娘想和离另嫁，我随时放手，绝不拖延。魏国公眼前一亮，看向我兄长，贤侄，你看，两家结亲，一开始未定魏昭，便是因为魏昭身体不好，太医说他活不过7年，是以才定的魏少。兄长恨声道：只能如此了。魏昭体虚，我与他拜完堂后，他便睡了过去。奶娘不解问我：如今陈家已经有宁国公府作为靠山，为何少爷还要您嫁来魏家？我淡笑道：锦上添花，比不上雪中送炭。如今魏国公府门庭冷落，入不敷出，只有我家帮忙。宁国公府花团锦簇，如今只是见兄长有用，我家成为了皇商，才愿意给点好脸色而已。这些高门显贵，何曾看得起我们商贾门户？他日若是出了事情，陈氏必然会被宁国公府抛弃，甚至拉出来顶罪。靠山这个东西不能多，可也不能少，互相制衡牵扯，夹在缝隙里的小兽才能得以蛰伏。奶娘忧愁道：话虽如此，可这是您一辈子的幸福啊！嫁了个这样病歪歪的郎君，没几年就要守寡了。姑娘，我是心疼你。我拧干帕子给魏昭擦脸。今日的变故，我和兄长都始料未及，机关算尽，唯独没算到魏少会和周慕烟私奔，险些将我置于死地，打乱我所有的计划。还好魏昭站出来了。我看着魏昭俊美的眉眼，笑了笑。我倒觉得挺好的，嫁给他比嫁给魏少好多了。魏昭身体不好，活不了几年，他这身体也弄不出什么小妾通房的幺蛾子。如今魏国公府的掌家权在我手里，只要魏昭给我留下孩子承袭爵位，我这一辈子都会无比顺畅。何况他生得这样好看，我光是瞧着都赏心悦目极了。我对魏昭的了解不多，兄长审问打听下来，告诉我，魏昭是国公爷先头的娘子所生，自幼聪慧，学识不俗。自从他母亲去世，国公爷娶了续弦周氏，生下嫡次子魏少后，魏昭便缠绵病榻。我点了点头，高门大户的烟杂事比一般的人家更多，看来是后天造成的疾病，那便能治。我招募名医为魏昭看病，魏母讥讽我，早晚都是要做寡妇的，何必垂死挣扎。他这话我不爱听。当晚他就因吃鱼刺穿了喉咙，再也不能说话。魏国公因为周慕烟和魏少私奔一事，彻底厌弃了周家，不再和周家往来。兄长从扬州为我送来了2个色艺双绝的女子，我将她们安排在魏国公书房附近洒扫。很快，其中一个就攀上了魏国公。没过多久，魏母就患上了失心疯，被挪到偏院休养。我将她房中的香炉烧毁，
又将他贴身的嬷嬷丫鬟调到我院子。我晾着这些人，只是让他们做活计，不责骂也不召见。原本院子里的下人观察了一段时间我的态度后，便开始抱团取暖，排挤这些人。很快就有人忍不住来见我，状告魏母这些年的恶行。国公爷听完后怒不可遏。祖母得知魏昭的病是魏母所为后，气晕过去。魏母被挪到城外的庄子幽禁，府内彻底安静下来。经过我的悉心照顾，魏昭的气色好了不少。夜里，他喝了药，白着脸同我说：“岁岁，多谢你。”我朝他摆了摆手，举手之劳不言谢，何况我们如今是夫妻了。他耳垂蔓延红意，轻轻嗯了声。我从下人口中知晓，魏昭这些年在魏家过得很艰难。自从魏昭舅父去世后，魏母连表面功夫都不做了。魏国公府的大少爷连口饱饭都弄不到吃的。魏昭母亲出身平远侯府，如今府中只有平远侯夫人和世子2人。孤儿寡母不仅要撑起门楣，还要应付打秋风分家产的数败兄弟，家中贫苦不堪。我让人送了银子，又赠了铺面过去。魏昭知道后，沉默许久。我不负你。从那日后，他便开始温书锻炼身体。大夫说，魏昭的身体状况很差，需要许多名贵的药材温养几年才能好。我不以为意，我有钱，治吧。我接手魏国公府的钟馗后，裁减了许多人，将一些打秋风死赖着的亲戚全部都赶了出去。祖母起先不高兴，给我脸色看，觉得我小家子气丢了魏国公府的脸面。可后来，他看着账户上日渐增长的余钱，自己桌上越来越好的菜肴，也不说话了，只一个劲儿地夸我。和魏昭成婚的第2年，我生下了儿子魏宇。与此同时，周慕烟身边被我买通的丫鬟来了信，周慕烟也生下了女儿。如今他们身无分文，魏少依靠一身武力，隐姓埋名找了个走镖的活。昔日桀骜不已的公府嫡子，为了几两银子弯了腰。周慕烟想让魏少带着他回魏家，魏少却不肯回来。他直言不混出个人样，绝不回京。这倒令我有些惊讶。阿宇5岁这年，魏昭下场科考，得了状元的头名。不少人打听他的婚配，至今许多人还以为我是魏少的妻。魏昭不太高兴，每每都要解释自己有妻有子。兄长对他的态度好了许多，如今陈家的生意扎根京城，有了皇商的名头，子弟都能科考。我如今也算得上是事事圆满了。魏昭生辰这日，我和阿宇亲自下厨为他做了一碗面。阿宇的性子如今与他很像，温和儒雅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都很庆幸，还好魏少逃婚了。若是我与他生下孩子，不敢想孩子该多闹腾。我牵着阿宇去找魏昭时，路过厅堂，却撞见了不速之客，是已经有7、8年不曾见面的魏少。他见到我时，眉头几乎习惯性的紧皱。他见我手中牵着一小儿，恼怒道：“你竟与旁人成婚生子！”我不睬他，只摸了摸孩子发顶。阿宇，这是你小叔。魏少脸色稍霁，欣喜地抱着阿宇，让他坐在自己肩上玩闹。兄长何时娶的妻？孩子竟然这般大了，怎么不见嫂嫂？啊，我不是就站在他面前吗？不等我说话，他便将写好的休书递给我，目光复杂。陈岁，无论如何，都是我对不起你。当年的事情，是我年少，如今我军中历练一番，心智成熟许多。我如今立了战功，等朝廷发下嘉奖的赏银，我会原封不动地还给你。魏家欠你的钱，我魏少都认。但慕烟为我生儿育女，我不能够负她。她是高门贵女，我若是给不了她一个正头夫人的名头，她会被京里的口水淹死。我必须要给她一个名分。你若是愿意，慕烟也同意你作为平妻，一直生活在国公府。你放心，我会养你一辈子。我有些想笑，在听见身后的脚步声后，生生忍住了。魏昭在听见下人禀报魏少回来后，连官服都来不及换，立马赶了过来。魏少看见魏昭健步如飞后，惊讶道：“阿兄，你的腿好了？”魏昭颔首：“好了，你回来了便好，去看看父亲吧。你在军中这些年，父亲没少为你打点。”魏少脸色顿时沉了下来。
我隐姓埋名，赤手空拳打下的战功，没有借魏国公府一点光。阿宇从魏少身上下来，走到魏昭身侧，爹。魏昭摸了摸他的头，也不再理睬魏少，而是对阿宇说：时辰不早了，快喊你娘一起用饭了。阿宇走过来，拉了拉我的手，娘，我们该给爹爹过生辰了。魏少瞳孔猛缩，魏昭一手抱起阿宇，一手牵住我的手，穿过回廊，回了院子。身后是魏少难以置信的低喃声：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追上来想来找我，被国公府的护卫拦住了。滚开！瞎了你们的狗眼了，连我是谁都不认识了，我是二公子。护卫冷漠道：魏国公府只有大夫人，不曾听闻什么二公子。他逃婚的举动令魏家蒙羞，他的名字早已经被族谱除名。魏少气急败坏，可双拳难敌四手，生生被挡了回去。魏少有了战功，同魏昭同朝为官。公公为了魏国公府的脸面以及家族的长远利益，找上了我，要重新认回魏少。昭儿只听你的话，如今少儿有了功勋，他与昭儿毕竟是亲兄弟。朝堂上危机四伏，亲兄弟互相扶持，总比暗夜提灯要好。我看着阿宇温书的侧脸，同意了。我要为阿宇以后的前程铺路。魏家两兄弟，一文一武，在朝堂上各有千秋。即使魏少被族谱除名，可他依然是魏家的子孙，依旧免不了圣人的猜忌。我好说话的态度让公公和魏少都吃了一惊。魏少找上我，我以为你是恨我的，你该唤我一声嫂嫂才是。他抿唇看向我，我淡漠地回以目光。他说：总归是魏家欠你的，我欠你的。这些年你将魏家操持得很好，比我母亲在时要好，我心里是感激你的。我抚了抚手腕上的镯子，淡淡道：你知道自己欠我的就好。魏少，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一天如果不是魏昭站出来了，我是什么结局？即使你如今有了功名在身上，可周慕烟因为私奔的名声，至今被贵妇们讥笑。京中宴会从没有人给他下帖子。我呢，若是那一天魏昭没有站出来，我会被唾沫声逼得自戕。魏家会嫌我丢人，陈家也会怨我给女儿们蒙羞。你从来不曾想过女子立世的艰难。他脸色煞白，艰涩道：我欠你的，我会还。我欠慕烟的，我也会慢慢弥补。家中给魏少和周慕烟补办了婚礼，魏母来不了，长嫂如母，他们要给我敬茶。时隔将近10年，如今我事事美满，瞧他们只如路人。若他们安分，我也愿意为了面子表面过得去。可若是不安分，那便怪不得我了。魏少看我的眼神晦暗艰深。嫂嫂，用茶。敬完茶后，就没有我和魏昭什么事儿了。如今府中的基业都是我和魏昭挣下的，只在东边辟了2进的院子给魏少夫妇。周慕烟故意挑在中午在祖母这用膳的时候质问我，不知道姑母犯了什么错，嫂嫂要将她送到庄子上去。我和二爷现在回了府，竟然是连往日的院子都住不得了。祖母，您不知道，嫂嫂竟然将往日下人住的院子给了我们。周慕烟眼泪落了下来，扑在魏少怀里就开始哭。魏少皱眉看向他，我只当是没听见，喝着魏昭给我盛的汤。祖母脸色沉了下来。魏昭放下筷子，看着魏少冷笑道：这便是你母亲给你挑的好媳妇，老祖宗用饭的时候找事儿，恶心人呢。你姑母做了什么事情，关我娘子什么事情？送她到庄子上，是因为她谋害子嗣，毒害妾室。父亲晚间回来，我领弟妹到父亲跟前去，让父亲给你解释，可好？原本按理说，东边2进的院子你们都是没有的。魏少带你私奔，就已经被族谱除名了，你们早就不是魏家人了。是我娘子不计前嫌，才让你们回了魏家。你姑母放印子钱，将家中的铺面典当的不知几何，这些都是我娘子用嫁妆赎回来的，没让你们赔就不错了。今日当着祖母的面，把话都说清楚了。日后每月你们都要往宫中交钱，否则只能请你们出去住了。周慕烟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，魏少却沉默着应了下来。我知晓了，兄长。如今的他褪去青涩，在官场上摸打滚爬的这半月，深知家族的重要性。他也明白了，他之所以在边关这么快的建功立业，
是因为国公府背后的关系。魏少在官场上越站越稳，他的名字也重新记入了族谱。官场上他得意，可在家中却与周慕烟日日争吵。公公来让我去劝劝周慕烟，一家人还是要好好过，被魏昭毫不留情地挡了回去。他们当初做出那种事情，让岁岁难堪，现在过成这样也是自找的，关岁岁什么事情？爹，你别太偏心，我们为他们忍得够多了，一碗水就算难以端平，也别都洒出来了。公公叹了口气，不再说话。他老了，魏昭却到了而立之年，撑起了这个家。我给魏昭缝毡帽时，魏少突然来了，他目光炙热地看着我。我要纳妾。我抬起头看了眼，那妾室与我眉眼有着3分像，站在魏少身后，乖乖巧巧。我压下心里的愤怒，冷声道：魏少，你我都不是小孩子了，不要再做这种幼稚的事情。魏国公府走到今日不容易，魏昭不曾记恨你母亲对他下手，与你在官场上互相扶持，你不要做出兄弟阋墙的事情来。他双目猩红地盯着我手里的毡帽，冷冷笑了。他夺妻在先，这本来就是他欠我的。我端起手边热茶，毫不留情地泼了过去。醒了没？你不过是见我与你兄长如今夫妻恩爱，相敬如宾。你与周慕烟琴瑟不调，你有了对比，心生艳羡，在此宣泄不满而已。魏少，你不该妒忌，这是你自己选的。他负气离去。3月后，陛下下旨，让魏昭协助魏少剿匪。我心里难安，求了几卦都很不好，每一签都是下下签。我心里慌乱的厉害。明明一开始我嫁给魏昭，只是图他好看，图他死得早。如今也不知道怎么的，日子平静如水的过，竟让我离不开他了。我埋在他怀里，忍不住红了眼眶。不去，好不好？他揉了揉我的头。孩子气。魏少在门外不知道站了多久，看了多久，手掌攥成了拳头。我发现他时，立即坐好，擦了泪。我将兄长送来的金丝软甲给魏昭穿上，手指发抖，怎么都穿不好。你答应我啊，你好好活着回来，我和阿宇都在等你。你如今有妻有子，你不是一个人了，魏昭。他捏紧我的手，扣上最后一颗扣子。我知道，我的妻子在等我回来。出发前，我的眼泪遏制不住落下。魏少的目光频频落过来。嫂嫂，没有什么要和我的吗？我稳住声音。魏少，你有妻有女。他自嘲地笑了笑。他们只在意荣华富贵，从不曾在意我。我这才发现，周慕烟没有来送他，那也是你自己选的。他眼里闪过落寞，翻身上马离开。一连6月，他们一行渺无音信。周慕烟到账房支了几次钱，都被我拒绝了。他姑母没有了价值，周家人现在又找上了他，要钱，要门路，要他想办法从魏少那里给周家子孙谋利。为了他表弟的官职，他和魏少闹了1个月，连魏少生死难料去剿匪，他也不曾相送。我又有了身孕，大夫说是个女儿，我心里欢喜。我虽然不喜欢周慕烟，却可怜她的女儿。瘦瘦小小的一个孩子，见到我怯怯地喊伯母。周慕烟恨他不是个儿子，自己又一直怀不上下一个，他将怒火迁怒在这孩子身上，对他从来没有好脸色，只有魏少在时才好一点。或许是看在如今家中一切和睦平安的份上，我少见地劝告他，周家人不是你的依靠，他们只会拖累你的婚姻，连累你女儿以后的前程。你与魏少有青梅竹马之意，你们好好过，不会差。他冷笑，叫你一声嫂嫂，你还真当是母亲了。什么青梅竹马情谊，他何曾把我娘家人当自家人看待。我冷眼离开，不再多言。我只是可怜那个孩子而已。几日前，他看着我隆起的肚子，天真忧虑地说，一定要是个弟弟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，是弟弟的话，大伯就会一直对你好了。我心里蔓延酸楚。当了母亲后，我听不得这些话。又等了2月，终于传来捷报，可魏昭和魏少却一同殒命了。我急得晕了过去，险些早产。周慕烟跑到祖母跟前去哭，惊得老人家竟就此去了。魏国公府挂了白，公公一夜白头。
周慕烟闹着要走，她还年轻，尚且美貌，还能再嫁。公公却不肯替魏少写下和离书，连休书都不肯给他。魏少为了你叛出家族，又为了你跑到边关建功立业，你要当正头娘子，他放着我给他找好的妻子不要，去找你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他？周慕烟红了眼眶，我也是金尊玉贵养大的，我也爱他喜欢他，可你们魏家欺骗我，姑母把我养在魏家，这么些年都是告诉我要嫁给魏少，等魏昭病逝，魏少袭爵，我就是国公夫人。可你们拖大了我的年纪，又不要我，最后居然让我做续弦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到最后逼得我只能与他私奔，我好吃好喝长大的千金小姐，跟着他这几年过了多少苦日子。原以为回到京城就会好了，我却受尽讥讽羞辱。他如今倒是建功立业了，可他却连帮一帮我娘家的兄长都不肯。他愤怒地指着我，凭什么魏昭就能和他兄长相互扶持？他兄长不过是个卑贱的商人，我兄长可是官宦子弟。公公大怒，你娘家的兄长是坨烂泥，有什么好扶持的？我不想再听他们争吵。兄长在这时及时赶到，扶住了我。我红着眼拉住他的手，少见的哽咽。哥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我要去找他。兄长抓紧我的手，简直胡闹，你挺着大肚子上哪里去找他？我泪如雨下，兄长给我擦泪，摸了摸我的头。好了，哥去给你找，哥肯定给你找到人。我摇头，朝廷要赶一批给太后贺寿的瓷器，哥哥根本抽不开身。可无论我怎么说，他都是说没事，大不了不干了，从头再来。可你不能急，妇人生孩子犹如鬼门关。岁岁，你是哥哥在这世上最亲的亲人，你不要让哥哥害怕担心。哥哥也是我在这世上最亲的人，我又怎么能心安理得看着他为我涉险？当夜，我简单收拾行囊，带上侍卫去剿匪的地方寻魏昭。阿宇问我，娘，你去带爹回家吗？我想爹了。我强忍哽咽，娘肯定得你把爹好好带回来。无论如何，魏昭，长安是你的故土，我要带你回来。到达盐城的时候，我突然早产，生死之际，我仿佛看见了魏昭。他握着我的手说，你别怕，我活着在。岁岁，我在这里。我泪流满面，这才顺利生下孩子。魏昭告诉我，他和魏少被偷袭掉入悬崖，魏少为了救他，断了一只手。我不敢相信，魏昭一时心情复杂。回府路上，魏少问我，周慕烟和莲儿在家中可好？莲儿是他的女儿。我少见的沉默，人一切安好。祖母知道你们去世后，急得去了。魏少红了眼睛，剩下的我不再多说一个字。回府后，魏少给祖母上香。周慕烟看见他回来，喜极而泣。莲儿也红着眼喊爹，可纸终究包不住火。周慕烟气死祖母，得知他死后要离开国公府的事情，还是让魏少知道了。魏少什么也没说。为祖母守孝完后，他便将和离书给了周慕烟，还将他得胜归来，圣上给他的赏赐也全部都给了周慕烟。周慕烟寻死觅活不答应，他又一次留下了绝笔信，离家出走寻死。可这一次，魏少没有去找他，他们和离的事情成了定局，周慕烟被周家接了回去，莲儿被留在了侯府。魏少主动请缨前去驻守西北，临行前他来找我，他断了一只手，也瘦削了许多。不等他开口，我便道，你放心去吧，莲儿，我会当自己的孩子照料。多谢你救我夫君。他眉眼沉毅，不复年少那般轻狂傲慢，也不复入京时那般春风得意。多谢嫂嫂了。他走后，京城下了雪，魏昭带着阿宇去收雪，莲儿在一旁帮我挑选茶叶。红炉煮雪，阖家团圆，又是一年冬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